最近那个释永信被带走的新闻，想必你也有所耳闻。对，挺突然的。10年前，就是2015年，那个高调举报他的武僧释延儒，后来好像就人间蒸发了似的。是，这个对比很强烈，所以就奇怪了，为什么当年那个举报看起来证据也不少啊，最后会失败？10年后现在他就突然倒台了，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咱们就先回到2015年那个夏天，当时那个举报具体是怎么发起的？听说是线上线下一起搞的。对，是这么回事，而且还挺有策略性的。线上呢是有一个叫释正义的神秘账号，从7月底开始就在网上密集发帖，发什么内容？主要就是指控释永信，说他这个生活作风有问题呀，财务不明啊，甚至还有双户籍什么的，而且还贴了些所谓的证据。证据？什么样的证据？材料里说主要是些复印件，比如出生证复印件、户籍截图，甚至还有公安笔录的复印件。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先把舆论造起来，施加压力。复印件啊，这个法律效力上可能就得打个问号了。那线下呢？光靠网贴估计不够吧？光靠网上肯定不行，所以线下呢就是释延儒他亲自出马了，大概是8月初，他带了一批人直接去了北京。去北京干嘛？向国家信访部门递交材料，找了个更系统的东西，洋洋洒洒列了10宗罪。你看他这个打法，就是先上先引爆话题，然后线下直接进京呈报。明白了，就是想绕开地方，直接让高层知道，然后呢迫使地方介入调查，是吧？没错，就是这个思路，想通过中央压力倒逼地方。这计划听起来确实是挺周密的，线上造势，线下实锤，想直接通天，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失败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材料里分析了哪些关键的阻力？分析主要指出了4重障碍，但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地方经济对少林寺的那个依赖。经济依赖有多严重？你想想看，材料给的数据是2015年，光登封市1年接待游客就1100万，旅游总收入83个亿，少林寺就是绝对的龙头，是那个摇钱树啊，这个数字。所以动释永信可能就直接影响到地方的财政收入，这个顾虑太大了。这确实是要害，地方政府肯定投鼠忌器啊。那官方调查呢？不是说省里会来介入了吗？省级调查组确实是成立的，但是呢，他们的那个调查结论就很有意思了。怎么说？对于传得很广的那个私生女问题，直接就否定了，说僧籍也合规，但是对最敏感的经济问题，就说正在核查，然后就没下文了。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降温处理嘛，把最关键、最可能触动利益的问题给拖延下去了。典型的冷处理手法。除了这个最大的阻力，也就是地方经济捆绑，还有其他因素吗？还有2个也挺关键的，一个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证据本身它确实有硬伤，复印件怎么提？很多都是复印件，而且那个关键的公安笔录复印件上，据说还没有公章，这在法律上确实站不住脚。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另一个呢？另一个就是少林寺方面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啊，他们也开始反击了。怎么反击？就是也放出一些对释延儒不利的消息，比如说他个人也有问题啊，什么霸占武校资产之类的，目的就是搅浑水，打击举报者的信誉嘛。明白了，这么一看，确实是几座大山压下来了。地方要保经济，官方调查冷处理，证据本身有瑕疵，再加上对手还强力反击，对，这4重阻力一叠加，那个举报行动啊，自然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慢慢就熄火了。那个带头举报的释延儒呢？他后来怎么样了？材料里有说吗？就销声匿迹了？差不多吧。材料里提到，就是到了2025年，还有记者想去采访他，去他那个武校找，但学校的人就说他不方便见，甚至还有寺院内部的人传言说他可能已经还俗了。还俗了？有这个说法，说他偶尔会去北京教课什么的，但具体在哪儿没人说得清楚。反正就是从当初那个风口浪尖的人物变成了几乎找不到人了。这10年变化确实太大了。是啊，这种戏剧性的转变背后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根本原因导致2015年失败了？核心就是那个所谓的门票经济模式。门票经济？对，你看一张少林寺门票，比如说卖100块钱，寺院大概能拿到30块钱，那剩下的70块呢？剩下的70块为当地一家市属的旅游公司，关键是这家公司的利润很大部分又会通过各种方式，比如交税啊，或者偿还当年开发景区的贷款呀什么的，最终又流回地方财政。
生。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地方政府、那个景区公司还有少林寺，这三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完全正确，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文章里有个比喻很形象，说这就像是让医生给自己开刀，太难了。是这个道理。2015年的那个举报，恰恰就触动了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核心。你想想，让地方自己查这个利益链条上的问题，那阻力能不大吗？根本没法深入查下去。这下彻底清楚了2015年失败的根源。就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10年后的今天2025年情况又变了？智永信这次为什么就没能像上次那样过关呢？是什么打破了这个局面？这个材料里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宏观背景变化，就是国家层面最近这些年出台了像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这样的规定。财务管理办法加强了对宗教场所财务的监管，特别是那个审计权力有上收的趋势。审计全上收了，也意味着地方过去那种自己查自己，或者说内部循环式的保护，可能就不再那么管用了。高层级的监管力量可以直接介入了。但这次具体的案情细节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但这个大背景变化是很关键的。所以归根结底来看，2015年那场举报之所以失败关键可能还不在于举报内容本身是真是假，而是因为当时少林寺和对方基于那个门票经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保护网。对，是这个逻辑。直到更高层级的监管力量或者说规则发生变化，能够穿透这个地方保护网了，局面才可能改变。可以这么理解，这也确实给我们留下一个挺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像少林寺这样的文化遗产和地方经济利益捆绑得如此之深的时候，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治理挑战？这种模式对于文化传承本身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这可能就需要你还有我们大家都去细细品味和思考了。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